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强大的军工力量铸就强大的国防实力。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火炮大名鼎鼎的战争之神，火力威猛，倚靠炮弹。在中国出现了一款革命性的新弹种，这种新型炮弹能使口径迷你的火炮威力跃升，一发就能穿透坦克装甲，普通战车更是不在话下。因此被誉为颠覆未来战场的明日之星，但它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非常神秘。今天，我们就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望江工业探秘这款装备新明星。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靶场呢，即将进行一项很特别的试验，就是用我手中这一枚看不见弹头的身材娇小的弹药，也就是埋头弹，要去击穿一块厚度达到140毫米的钢板。而发射埋头弹的呢，就是这辆 CSAA5型埋头弹多功能突击炮武器系统。埋头弹啊，顾名思义，就是把弹头埋起来的弹药，又称套筒式弹药或者嵌入式弹药。渐渐的弹头呢被埋在发射药中，所以整个弹体它呈现一个圆柱形。其实这样造型独特的弹药啊，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到。也许你会觉得埋头弹有点名不见经传，好像很少听到它的名字。况且它身材这么娇小，按照常理来说呢，弹药的体积越大，它的威力也就越大。这么小的埋头弹要去击穿那么厚的钢板，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呢？不过试验的结果究竟如何，到底能不能击穿钢板，我们还是要靠事实来说话。这块钢板上已经分布了几个弹孔，这个呢是之前的试验留下来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将对这些弹孔以外的区域进行射击，其实这也就对射击的精度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个穿甲试验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搭了一个这样的钢架，上面还有几块钢板。穿甲试验在穿甲的瞬间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钢板上面有非常多密密麻麻的这个痕迹。我们来敲一敲啊，这块钢板闷闷的，几乎都敲不出来声音，足可见它有多厚了。当埋头弹击中钢板的瞬间，声音非常的大。现在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块钢板果然是被穿透了，而且这个弹孔这么大，差不多是不是快跟我一个拳头一样了？我们再来摸一摸这个弹孔的周围，特别烫手。在来的路上呢，工作人员帮我们找到了一块这个钢板的破片，因为刚打完，所以破片很烫，我只能戴着手套才能拿起它。看，这么大的一块破片。我们再来去钢板的后面看一看是什么情况。钢板的前面啊，那钢材已经翻起来了。我们从后面这个角度来看呢，钢材也同样的翻了出来，而且这样往里面仔细看，这个弹道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小渣子。我们再来看看上面的这块钢板，因为埋头弹在穿透钢板的瞬间会有非常多的破片，而且温度非常的高，所以打到这种已经有点生锈的钢板上呢，就会留下一道道这种白色的痕迹，就相当于钢板本来的颜色露出来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块木板，这块木板在后面搭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破片留下的痕迹，都穿透了，而且就连水泥地面它也不能幸免。您看，砸出来这么大的一个坑，这些小石子儿、这些小块儿，就全部都是破片给打出来的。看到这发40毫米埋头穿甲弹的威力，相同口径的传统弹药也会自叹不如。比如瑞典的 CV9040步兵战车，其40毫米机关炮能穿透100毫米的军制钢板，而埋头弹呢，可一发穿透140毫米的钢板。小小的埋头弹为何具有这样强悍的威力呢？当发射键按下，埋头弹底火激发，点燃埋头弹底部的发射药。此时弹丸启动，膛压骤增，火炮发射瞬间的后坐力就来源于此。
埋头弹进入炮管后加速运动，在飞出炮口的瞬间，炮口燃起一团猛烈而强劲的火焰，这就是埋头弹内部火药后效期的燃烧带来的视觉特效。此时以炮口为中心，形成强烈的冲击波，对附近的破坏力非常大，因此又被称为炮口风暴。与炮口风暴同时发生的是弹药脱壳。脱壳后，弹芯继续以约4倍音速的速度向目标钢板急速飞去。弹芯一接触钢板，就依靠强悍的动能将其击穿。击穿后，钢板的钢渣在穿甲过程中剩余的弹体会变成无数高温杀伤破片，温度可高达上千摄氏度，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飞溅。我刚才在看那个钢板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弹孔其实还挺大的。如果一般要造成那样的毁伤，得多大的口径的火炮才能达到？如果是同样的这个穿甲威力来穿透这么厚的这个靶板的话，我们按照至少是在原来德国的虎式坦克，可能就是和它相当。然后目前咱们新一代的这个火炮来说的话，至少是应该57毫米以上才能把它达到它这种威力。那如果在战场上遇到那些，比如说主战坦克，它正面的装甲能穿透吗？3代和3代以后的它的正面装甲一般是穿透不了，但是它只要稍微一侧身，咱们就可以把它的装甲给它打透。埋头弹小身材大威力的秘密藏在它的内部结构里。埋头弹与传统弹药的内部结构完全不同。埋头弹弹头放在药筒内，发射药则填充在弹头周围，有效减少了弹头外露的长度，装药量更大。更关键的是，埋头弹在国内首次采用了2次点火设计，即埋头弹在第1次点火后，将弹内结构脱开，启动弹丸，使其卡在一个位置上，让药筒形成一个密闭空间。发射药再进行第2次点火，形成强悍的初速，保证埋头弹的打击效能。比如埋头穿甲弹，在1000米距离内能够轻松击穿装甲厚度在140毫米以内的目标。我们用的整个这个弹杆呢，也是特殊材料所制的这种无核心的这个弹杆，所以在整个穿甲过程当中呢，可以对付咱们比较厚的装甲这一块，有效的可以给它击穿。您看这边的，这是一块完整的这个装甲板，然后剖成了2半的，这是2个我们通过2发穿甲弹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直接给它击穿的。埋头弹这么威猛，却有种名不见经传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在于埋头弹研发难度大，数量稀少，而且埋头弹还需要完全不同于传统火炮的专属武器系统与其适配，目前仅有极少数国家玩得转。那么，中国的埋头弹火炮武器系统是怎么过5关斩6将，练成战场多面手的呢？凌厉的线条，刚刚硬的装甲，再配上这4对半人多高的负重轮，这辆埋头弹火炮的颜值绝对在线。其实这辆埋头弹火炮身上的每一处细节啊，都是为了贴近实战而设计的。就拿这硕大的负重轮来说吧，有了这4对负重轮的加持，就可以让埋头弹火炮在各种作战环境，比如说城市啊、山地啊、平地啊，都可以很好的适应。那么比起来履带式呢，这样轮式的埋头弹火炮啊，它更加灵活机动。再看看这厚重的装甲。有了厚重的装甲呢，就可以让埋头弹火炮具有一定的自卫能力。不过呢，在未来战场上，光是长得壮、跑得快还不够，还得善于发现敌人、打击敌人。其实这辆埋头弹火炮上面最引我注目的就是炮塔了。埋头弹火炮采用了电控无人炮塔，又叫顶置无人炮塔。这种炮塔它的体积小，而且正面投影面积小，能够减轻整车的重量。而且成员呢，它置于车内，这样一来，在战场上成员的战场生存概率就相应的提高了。那么炮塔上安装的就是它了，40毫米口径的埋头弹自动炮，还兼具高射炮功能。就是它的这个炮管啊，可以竖起接近直角，接近90度。这样一来呢，就可以既对地面的装甲车辆构成毁伤，又可以对空中的力量造成威胁。有趣的是呢，这个炮管外面啊，还包裹了类似于4边形的这个钢铁结构，这是为什么呢？这样的结构设计，一方面啊能对炮管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另一方面呢，在埋头弹火炮连续发射之后，炮管温度骤然上升，有了这个保护罩呀，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敌方红外探测装置的侦察，起到一个隐身的效果。增强火炮的战斗力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射击速度。
因此，攻弹输弹系统的研发成为各国都在着力研发的重点。而埋头弹火炮的攻弹方式与传统火炮之间就存在着较大差异。埋头弹火炮呢，它的携弹量一共是90发，主弹箱和备弹箱全部都在炮塔里面。那么它还有一个备弹箱在哪儿呢？我们一起上车看一看。它的备弹箱啊，其实就放在车体的这一侧。我们把这个小门打开，密密麻麻的呢，装的全是埋头式弹药。这个里面呢也是90发。那么当主弹箱和备弹箱使用完毕以后呢，战士们可以不用下车，直接由车内向炮塔补弹，是不是特别方便呢？传统炮弹的弹头呈锥形，所以传统火炮攻弹时需要弹链的帮助，而埋头弹呈规则的圆柱形，攻弹时无需弹链。因此，埋头弹火炮简化了传统火炮复杂的攻弹系统，采用了先进的摆膛式自动机，有效减少弹药卡壳，还大幅提升了火炮性能，射速更快，反应时间更短。不仅如此，有了全新的攻弹方式，火炮拥有较大的射角，这就使得埋头弹火炮从单一的突击炮变身为具备防空作战能力的战场多面手。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现代战争中最核心的就是快。这个快不仅仅是火炮射速快，更是反应快、持续打击能力强。而埋头弹火炮快的秘密就藏在它的肚子里——猎歼式火控系统。猎之发现，歼之打击。这型火控系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地面装甲火控系统，将发现目标、侦察目标与歼灭目标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战中，车长可以越过炮长直接指挥攻击，包括射击、跟踪目标和指示目标等。这样呢，就能有效缩短发现目标和歼灭目标的反应时间，在战场中占得先机。一进到埋头弹火炮的车里面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3块显示屏，还有这2个看起来非常神秘的操作台了。这个显示屏上面呢，显示着埋头弹火炮的一些性能参数，还有一些功能。那么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其实是车长的位置，边上呢则是炮手。通过火控系统，车长和炮手就可以对目标进行搜索、跟踪还有打击了。我现在前面的这块屏幕是不是有一点点像游戏的那种屏幕呢？其实这个是车长来控制的搜索光电的屏幕。那么通过这个控制操作杆就可以对这个搜索光电进行遥控了。上面的镜头呢会通过上下左右的移动来搜索目标。一旦车长搜索到目标以后，就可以按这个超越调炮的按钮，将目标信息导引给炮手。这个时候瞄准光电还有随动系统接收指令以后呢，目标的信息就会出现在炮手前面的这一块光瞄光电的显示屏幕上。炮手只要锁定目标，按下射击按钮，一次精确的打击就完成了。其实呢，埋头弹火炮还有一个绝技跟传统火炮不一样的，就是它的炮管可以直竖将近直角的角度，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定的防空性能。那么传统的火炮的炮管呢，它的仰角只有60度到70度。那么我们接下来将做一项试验，就是让埋头弹火炮去锁定并打击高空的无人机。那么我们这回用的高空无人机呢，是一个民用的无人机，它的体积并没有很大。而埋头弹火炮在实战中，它要应对的高空目标是那些像武装直升机或者察打一起的无人机比较大的目标。那么这辆埋头弹火炮会交出什么样的成绩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搜索、跟踪、打击一气呵成。在山区环境中，埋头弹火炮准确锁定目标无人机，这都要得益于猎歼式火控系统。有了这种先进火控系统的加持，火炮即使是在行进间射击，也能始终对准目标，无需炮手进行复杂的操作和计算，就能完成射击，并且获得较高的首发命中率。通常情况下来说，我们的搜索光电它主要作用是搜索一个远处的目标，对于近处的目标来说，它的视场角就比较小，它就不容易发现近处的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切换到态势镜头上来，就可以用这个态势镜头观察车体周围的目标，然后发现车体周围的目标，然后进行打击。在晚上我们是使用红外模式进行搜索，可以具备一种这种全天候的作战模式。埋头弹火炮的信息化、自动化程度很高，其搜索平台能够独立工作，在瞄准目标的同时，还可不停搜索目标。
待火炮完成打击任务后，就能快速攻击下一个要攻击的目标，作战效能提高了，作战方式也更灵活。此外，埋头弹火炮还增加了全景展示，也就是说，可以360度全向感知周围的情况，甚至可以通过态势感知视频，直接对目标进行超越射击。这一身的武功啊，真的是让传统火炮望尘莫及。埋头弹火炮的实力还不仅仅局限于发射埋头弹，还搭载了2枚反坦克导弹、8具76毫米烟幕弹发射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干扰弹。那我们是在啥时候才会发射这个干扰弹？一个是在就是敌方发现我们之前，就在跟踪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打敌方目标的时候，敌方也在侦察我们，为了防止他发现我们，哪怕我们叫发射干扰弹，干扰他对我们的那个侦察。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射击的过程中啊，射击完以后转移的时候也可以发射干扰弹，迷惑敌方的目标，然后我们就可以转移。埋头弹火炮的技能满满，但是你能想象到吗？他还会画画。接下来啊，我们就将见识一下他的这样才艺。我们现在呢，已经在炮口制推器的这个地方绑了一支红色的记号笔。那么接下来啊，埋头弹火炮就将用它的炮管来画一颗红色的五角星。那么这不仅对它的操控性能，还有人员的操作技能都是一项考验以外呢，尤其考验埋头弹火炮的炮管跟踪精度。可以说啊，炮管跟踪精度越高，它的打击精度也就越高。炮口画画并非只是花拳绣腿，现代战争中地面作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空中威胁变多了，比如直升机、无人机、末敏弹等。末敏弹也就是末端敏感弹药，是一种能自主探测目标，并使战斗部朝着目标方向爆炸的现代弹药，主要攻击战车最薄弱的顶装甲，让地面装甲力量闻风丧胆。布撒器会在敌方装甲部队上方散开成很多末敏弹，每个末敏弹都具有单独扫描和锁定目标的能力，命中率很高。因为传统的炮管仰角有限，最多有60度或70度，只能打击地面目标，因此面对空中威胁毫无办法。这样一来，就变成了末敏弹的活靶子。末敏弹就是利用这一点，对地面装甲力量构成成片杀伤。而埋头弹火炮武器系统面对装甲噩梦末敏弹有绝招，就是高角射击能力。其炮管可以直竖，角度接近90度，在打击范围内可对来袭目标产生威胁，这相当于为自己增加了一个金钟罩。末敏弹高度一般在几百米，下降速度比较慢。埋头弹火炮武器系统搜索到空中的末敏弹后，将用埋头弹给予有力打击。一发弹打出去，在距目标6米处起爆，瞬间散布出几百个乌珠，这对末敏弹有很大的杀伤力。解锁了高角射击能力，埋头弹火炮武器系统就可有效命中空中杀手末敏弹，也可对直升机、无人机等空中力量构成威胁，填补了地面装甲力量对空防御的空白。那么，身怀绝技的埋头弹火炮武器系统是如何造就出来的呢？现在就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生产车间揭开谜底。我现在呢，就来到了热处理车间，埋头弹火炮的每一个零件、断件都将在这里进行水与火的洗礼。但这个像井盖一样的装置啊，这是炮管淬火的地方。虽然这样看不出来，在里面是非常深的，因为炮管呢它是垂直在里面进行淬火的。现在正在有炮管进行淬火。里面的温度呢非常高，大概是900度左右。再往前边上的这个就是回火炉，它是炮管进行回火的地方，它的温度呢要比淬火炉低一些，大概在600度左右。那么红彤彤的炮管新鲜出炉了以后啊，就将进行冷却，分别在水槽和油槽里进行水冷和油冷。再往前走，这样看有一个大坑，我们过去看一看。这样看里面非常深啊，目测大概有7、8米左右。
这个呢就是炮管在经过一系列的淬火还有回火以后进行冷却的地方。这边的这一排很大的设备啊，就叫做台车式电炉。除了炮管以外呢，埋头弹火炮的其他的零件都是在这里进行热处理的。其实不管是炮管也好呢，还是其他的零件断件也好，都将在热处理厂进行4把火，分别是退火、正火、淬火还有回火。其实啊，所有的零件在加工之前呢，都是这样。就像我手里这样的铁坨子，完全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经过一道道的加工工序呢，才能把这样的铁坨子加工出一件件精密的零件断件。可以说，没有高超的制造工艺，就造不出先进的火炮。尤其是火炮的炮管，对钢材的要求更是苛刻了。火炮在发射的时候，瞬时温度就能达到2000度左右，尤其是在连射的情况下，累积在炮管的温度超过400度后，就不能再激发炮弹了，否则炮管就会报废。如果炮管的钢材质量特别好呢，就可以让火炮连发的次数更多。因此，炮管的钢材需要采用优质高级合金结构钢中最特别的一种，必须具备非常高的抗压强度、抗疲劳强度、抗高温性能和抗拉强度。军工界将这种特殊钢材称之为炮钢。炮管的断臂要求是最高的，就相当于说我们家里揉面一样，必须要揉透。像埋头弹这个炮钢，它基本上是断它的毛坯就是一个长方体，然后上我们那个数控的计算上加工，按照程序一致走完以后，举一个例，薄坯可能500公斤，成品加工完可能只有80公斤。炮管主要是调质，要火炮运动过程中啊，它高速运动，要求耐磨性很高，强度高，耐磨性也好。零件之间得互相摩擦。对。这个炮管的对钢材的要求，然后对这个锻造技术的要求，是不是并不是每个国家想达到就能达到的？炮钢的冶炼要求这个钢材的纯净度是很纯净的。看来炮钢的加工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对，所以一个火炮的制造，这个是很多的工序，所以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是很粗糙、很简陋，实际上它包含了很多的原理，起到很大的作用。埋头弹火炮作为新一代的突击火力，和目前的突击炮形成了代差，这就要求它的性能指标都要具有跨代的技术领先优势。这也就意味着在研制时需要突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埋头弹它的研制的话，它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国家这方面研制的话，起步相当晚，主要还是根据于战场它的使用的需求，适应现在战场需求的这样一款多功能的战车炮。2006年，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望江工业率先开始研制埋头弹火炮。按照科研的一盘规律，在一个武器系统中，新研分系统占比不能高于某个水平，否则会面临极大的风险。而我国自主研制的埋头弹武器系统是全新的，弹和炮分系统均为新研，因此整个研制过程充满挑战。从弹的研制到炮车的研制，再到弹道匹配，最后集成为一个全新的武器系统，这对军工实力要求极高。必须要解决在高压情况下，就是说我们这种埋头弹药，它的那种弹药高膛压的旋转闭锁，它带来的一个密封问题。另外的话，火炮在较低的射角要实现较大的射角范围，一系列的关键技术问题都必须要解决。经过10多年的努力，突破了10几项关键技术，成功完成了自动炮供弹机原理样机的研制和试验工作。埋头弹火炮样机在试验中一次打响打连。2016年，这款我国自主研发的全新的足以颠覆战场的外贸型埋头弹火炮第一次亮相中国航展，就引发广泛关注。它将是轻型、中型合成武装的主战装备，如全地形车、中型步兵战车等，以较低廉的成本给重型装甲车和主战坦克以致命打击。因此，埋头弹火炮被外界定义为亚洲首款未来火炮。整个的这个水平的话，通过我们鉴定的指标，大体的话跟西方相当。在个别的，比如说射角范围啊，因为我们是采用我们专有的技术，我们可以达到-6到87度。那么这方面呢，我们是有优势的，特别是在现在，比如说像城市作战呐，比如说像高楼，如果我射角比较大，有天然的优势。
关注国防科技动态，聚焦国防工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国防科工。有海无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严峻挑战，一大批科研工作者为此投入到飞航导弹事业中，为新中国海防一线铸就一枚枚御敌利剑。同样是飞航人，打造出更多克敌千里之外的大国长剑，让我们拥有了更稳固的国防。9月1号，中国航天科工3院迎来60周岁生日。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走进我国飞航导弹的摇篮，探寻飞航导弹艰难跋涉的历程。2009年国庆阅兵，一队身披迷彩、搭载3联装导弹发射筒的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这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款陆基巡航导弹长剑10。在大气层内长距离飞行的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都属于飞航式导弹，它们的动力来源是依靠发动机产生的推力和弹翼产生的气动升力，实现大气层内飞行。其中，巡航导弹体积小、重量轻、弹翼可折叠，便于各种机动平台发射。通常采用惯性制导、地形匹配制导、卫星定位制导等多种复合制导方式，命中误差100米以下。而反舰导弹主要依靠降低高度、掠海飞行，提高飞行速度、规避机动等，增强突防能力。这里是新中国飞航导弹事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最早有导弹的地方。60年来，一枚枚国产导弹在这里问世。我国首枚舰导弹，我国第一型岸舰导弹，第一型空舰导弹，中国飞鱼，中国巡航导弹。从护卫祖国的万里海疆，到铸就守护和平的倚天长剑，这里创造了新中国一个又一个第一，取得了新时代一个又一个辉煌。可以说，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飞航导弹的摇篮。1961年，国防部第5研究院3分院成立，它就是现在的航天科工集团第3研究院。半个多世纪前，这里的研制生产条件简陋的让人难以想象，但是飞航人有这样一种信念，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导弹搞出来。我国的第一枚飞航式导弹就是这样诞生的。我正在用这台老式的车床去打磨零部件的外缘，可以说难度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大多了。因为这个零部件的打磨的精度啊，完全就靠我双手的力度去控制。只要这个手使的劲儿稍微大了一点，那么这个精度，这个零部件可能就要被毁掉了。那么在上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这台老式车床刚刚来到厂房的时候呢，这样的装备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当时更多的工人师傅们是完全凭借双手来去打磨这些零部件的。但是创业之初的困难并没有压垮3院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为祖国交出了合格的各型导弹。我呢是89年进厂，跟着我的师傅实习。那个时候使用的都是像这种普通设备，它完全是靠师傅们输出体力来加工产品的。他们的技能经验是常年的付出，形成肌肉的记忆力，输出自己的辛苦和汗水，来完成生产零件的制造。从师傅的身上呢，我们看到老一辈的工人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民海军大型舰艇少，续航能力差，机动性能弱。重要的滨海城市及港口的海防严重依赖岸防炮。1957年，中国引进5型导弹，其中包括2型飞航导弹542和544，并在此基础上着手仿制，中国飞航导弹事业由此起。历时5年多奋战，1966年544仿制定型。这就是我国第一型反舰导弹上游1号，最大射程42公里，使用一台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作为动力装置。然而，上游1号列装上舰后，新中国海防形势依然紧迫。
此时对上游1号进行改型设计，发展岸舰导弹是一个可行且必要的办法。这就是我国第一款射程超过90公里的飞航导弹海鹰2号。定型试验中，海鹰2号打出7发6中的好成绩。人民海军终于拥有了自己设计制造的导弹。中国渤海湾附近海域的海防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70年代，以海鹰2号导弹为基础，飞行人又开始空射反舰导弹的研制工作。这是我国在空射反舰导弹领域的初次探索。导弹研制过程中，机载试验是必不可少的环节，目的是测试挂载1吨多重的导弹是否对飞机产生影响。但在某次试验中，飞机从起飞到降落各项测试都正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落地后才发现，竟然有一侧的导弹突发意外。原来是发射机故障造成挂架自动开锁，导致导弹脱落。经过紧急修复，问题得以解决。不过在飞行过程中，导弹脱落，飞行员却毫无察觉，正说明导弹设计合理，对飞机飞行影响甚微。飞行人正是在这样接二连三的挫折中一步步成长，最终研制出我国第一型空舰导弹鹰击6号。我们在80年代的初，我们空载机导弹呢，终于研制成功了。国内首先实现了空6、空7、8、鹰击6号南海可以巡逻了。上世纪70年代，我国开始自行研制新一代小型化反舰导弹，其中鹰击8号导弹的固体燃料发动机是一大难关。我们第一个发动机是什么时候实验的呢？是1973年10月19号，就在我们云冈山头的山沟里面荒地，因为做的时候它要爆炸呀，是在野外把这发动机的喷管冲上，把它前面埋在地下，主要是看它控制多长时间。第一次发动机试车成功工作了95秒，发动机完好无损。此后又经过多次测试，最终研制出了我国首型固体燃料导弹发动机。然而，多次参与试验的导弹发动机专家丁振宗却因积劳成疾，失去听力，只能带着助听器与人交流。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式上，鹰击8号导弹刚一出现，就被外国媒体惊呼为中国飞鱼。有外国人曾怀疑它到底是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产品。中国海防型号导弹总设计师梁守盘回答：这当然是我们自己设计制造的。我还可以告诉你，它比法国的飞鱼飞得更远。正是这个中国飞鱼，开启了玲珑一代飞航导弹的先河。中国走上反舰导弹小型化之路。随后，鹰击家族不断壮大。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某新型反舰导弹登场。这型导弹及改进型号是目前我国装备数量最多的反舰导弹，成为人民海军对海打击的中坚力量。这一枚枚导弹呢，是3院建立以来一代代飞行人辛苦研制出来的多种出口型导弹模型。那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种型号的导弹，虽然都只是模型，但是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国重器带给人的震撼感。这枚导弹和上游海鹰等导弹比起来呢，它更加的小巧，但是科技感更足，而且和前辈比起来啊，它的战斗力得到了质的提升。它可以从陆基导弹车或者说是水面舰艇上去发射，用于打击大中型水面舰艇。这枚导弹呢，就更加的威风凛凛了。你看它弹翼的造型颇具动感，梯形翼配合上光滑修长的弹体，给人一种呼啸而来的感觉。而且啊，它的射程远，可以提前规划飞行路线，具有远程精准打击的能力。
我身旁的这枚导弹呢，体积比前2款要小，但是小身段，威力却丝毫不减。它是专门用在导弹快艇等小型作战平台上的，具有隐蔽性好、突防能力强的特点。这是一枚前射反舰导弹，它拥有一个鱼雷形的外壳。那当它从鱼雷管中射出之后呢，外壳会脱落，而在它跃出水面之后，弹翼展开，用于攻击护卫舰、快艇等中小型水面目标。现在，我国飞航式导弹家族又有新成员。2015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我国新一代反舰导弹陆基巡航导弹相继亮相。2019年国庆阅兵，我国最新型陆基巡航导弹首次亮相，一同亮相的还有新型空射型巡航导弹和最新型反舰导弹。这是我国飞航式导弹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示。我国飞航导弹武器的发展历经几十年，基于基本型系列化，探索一代、预言的一代、研制一代、生产一代4个一代的发展思路，已经形成远中近程覆盖、亚声速、超声速、高超声速兼备。可以打击多种目标，包括陆上的固定目标、海上的目标和水下的潜艇目标，进一步也可以发展空中目标。发展的飞航导弹的武器型号呢，已经可以与世界最先进的武器相媲美，个别的型号还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经过多年发展，飞航导弹的生产技术今非昔比。那这里呢，就是飞航导弹部件的新生产车间了，很多关键部件都是在这里被生产、加工并装配的。我们一起进去看看。我感觉自己好像进入了什么科技大片的现场啊！一排一排的机器整齐的列队，那他们按照已经设定好的程序在自主运作着。而在我身边的这台机械臂呢，也是将这个传送带刚刚运送过来的零部件取走，准备进行进一步的加工。那我在这儿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冲击，还能感受到科技发展在制造业上的飞跃。我身边的这2台机器工作人员告诉我，它们就是用来加工导弹零部件的利器，我国自主研发的5轴联动数控机床。那5轴联动通过编程就可以对复杂曲面进行高精度的加工了。那比如说像这个叶片、发电机、螺旋桨等等这些的复杂曲面加工都是离不开这些设备的。那这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这种在厂房内环绕行驶的小车，将加工到不同程度的零部件呢运送到相应的加工设备处。小车配合着传送带，实现了生产线的高度自动化。只要设定好程序，这些机器呢就能够自主运转。但是我也发现在关键岗位上还是需要工人师傅来把关的。那根据值班表呢，这位值班的师傅叫钱卫忠，他是数控专业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发动机叶轮是导弹发动机的核心部件，由大量复杂曲面组成。叶轮整体加工是世界性难题。上世纪末，我国数控加工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技术受限于国外封锁，但发动机研制进度等不了。钱卫忠从零开始钻研数控机床技术，大胆尝试新技术，突破发动机整体叶轮加工难关，同时缓解了我国对进口设备的依赖，推动了国产高端设备的发展。飞航武器发动机这个发展历程中一步一步这个走过来，当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些难点，它并不是一个发愁的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兴奋的过程。当在国庆阅兵的时候，看到我们生产的这个导弹走过天安门广场，心里是无比的自豪，无比的骄傲。正是有了钱卫忠这样的大国工匠，中国制造有了中国航天的智力血脉和创新动力，推动了飞航导弹向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飞航导弹武器装备的发展呢，我给它归纳为10个化：体系化、全域化、信息化、网络化、一体化、智能化、精确化、隐身化、无人化、集群化。飞航导弹的核心技术从来都是买不来的，从创业之初，飞航人就懂得这个道理。正是依靠自主创新，不仅飞航导弹为国防安全筑牢基石，航天高新技术也成为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倍增器。13年前的这个画面，相信大家记忆犹新。航天高科技研制的奥运火炬战胜了高寒低压、缺氧大风，于2008年5月8日在珠穆朗玛峰峰顶点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奥运火炬带到地球第3极。我手里的这个部件呢，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的燃烧系统。那它可以保证火炬在强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条件下维持燃烧。而我身后的这台蓝色的大机器啊，它可以模拟出10级以上大风的环境来测试火炬的燃烧的情况。那么这项技术呢，正是脱胎于航天发动机技术，这也是3月人自主创新将航天技术民用化的成果。当年3月人采用发动机技术，为北京奥运会研制了地面手持火炬和珠峰手持火炬2型火炬，其中地面火炬采用的是丙烷燃料，而珠峰火炬采用的是固体燃料，能够在低温、低压、大风等恶劣的条件下，实现了在珠峰长时间工作。60年风雨兼程，从仿制改型起步，自行设计，自主创新。飞航研制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多个系列、多种飞航导弹，为人民军队锻造了维护和平的倚天长剑。中国飞航60年的征程，始终与祖国蓝色国土的安全紧密相连，始终伴随国家独立与强大的步伐。在这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舍身家国、自主研发、勇攀科技高峰，是一代代飞航人的选择。一代代军工铸剑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换来了今天飞航导弹家族的壮大。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一位投身飞航事业60多年、一心铸剑卫海的飞航技术专家黄瑞松。1999年10月1日，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当新型舰对舰装备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时，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注视着隆隆驶过的导弹车队，看到多年呕心沥血的海防装备终于昂首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内心百感交集。他就是该型飞航导弹总指挥黄瑞松。上世纪90年代，中国要以最快的速度研制出一型中远程舰舰导弹，由于肩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重要使命，这型杀手锏导弹又被誉为强国弹。任务落到年过半百的黄瑞松肩上，已经征服过无数难关的黄瑞松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压力。强国弹研制时间紧，技术难度大，特别是完全自研发动机，成为当时几乎难以逾越的一个门槛。强国弹最难的就是我们国内没有适合强国弹的动力装置无喷发动机，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张空白。这个弹当时候是国家急需要的，我们差距就比较大，因为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相信一定能干出来。经历过不知多少次失败，排除过无数次意外和故障。1998年6月，强国弹终于实现了3发3中。强国弹体积小，重量轻，超低空掠海飞行，机动性能良好，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国第一型装备完全自行研制涡喷发动机的导弹。强国弹很快批量装备部队，成为海军水面舰艇主战装备。
报国强军梦从小扎根在黄瑞松的心中。1956年10月8号，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我国导弹和航天事业从此诞生。第2年，导弹工程室成立。此时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黄瑞松，毫不犹豫地将所学专业转为飞航导弹。说我是在日本鬼子的指导下上小学，所以我深深感到没有强大的国防，你就要受欺负。上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独立自主发展飞航导弹事业。这个饱经海患凌辱的国家，盼望着能够用自己的铁锤锻造出捍卫祖国海疆的飞航利剑。在导弹研制的漫长征程中，黄瑞松是一名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老战士。他曾经接到任务，在不到3个月时间里设计出我国第1代岸舰导弹海鹰2号，紧接着就是鹰击6号导弹的研制。投身飞航事业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带出了一支作风过硬的优秀团队。哪里最艰苦，哪里是一线，哪里就有黄瑞松和他的团队。就在强国弹刚刚研制成功，61岁的黄瑞松来不及细细品味成功的喜悦，又马不停蹄地奔赴新的战场。一款杀手级远程反舰导弹正等待着他。经过紧张研制，这款新型导弹终于进入关键的飞行试验环节。要是信号消失，那么知道导弹就掉到海里去了，那肯定没有成功。大厅里就孤零零的剩我一个人，我当然就很难受了。前进的乘着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这个思想呢早有准备。紧张排顾后的飞行试验再次遭遇接二连三的重创。就在很多人准备放弃的时候，黄瑞松却为该型号争取到1年宝贵的时间。这是争分夺秒、日夜奋战、誓死攻关的1年。2002年12月30日，黄瑞松再次出现在靶场上，他将亲自指挥这一次发射。终于在12月31号就飞成功了。等到飞到他靶上飞到一半的时候，还在正常的飞，我当时就热泪盈眶了，肯定成功了。所以这个导弹就一步登天了，从地狱飞到了天堂。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式上，这款新装备接受了检阅。这一次，黄瑞松因身体原因没有出现在阅兵现场，但他用心血铸出一柄柄锋利长剑，正捍卫着国家的强大，守卫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宁。翻开黄瑞松的型号研制经历，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飞航导弹的发展史。从中国第1型飞航导弹上有1号开始，他所从事的型号射程上覆盖了近程、中程、远程，从平台上涵盖了岸舰空，从速度上包含了亚声速、高亚声速、超声速、高超声速。我的飞航梦是空天任我飞，海洋任我航。我几十年来的研究的体会，要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梦想，要坚持一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走不断创新的路。我还在奋斗，